你好，我是安富。欧洲这边夏天有一道经典的饮品是接骨木糖浆水，就是用接骨木的花做成浓缩的糖浆，然后泡水喝。我今天呢就准备来摘一些接骨木的花回去做这个糖浆。我呢是在我们家旁边这条小路发现了一棵接骨木，就在这棵大树边上。这个就是接骨木，可以看一眼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树干。它的树干比较脆弱，其实是这个样子的。如果在森林里发现接骨木的断木，可以在上面找一找木耳，木耳是喜欢长在这种木头上的。然后可以看一下接骨木的树叶的形状，它的叶子不是特别大，大概跟手的比例是这样的。叶边呢有一些小锯齿，是椭圆形的树叶。花呢是这样一簇一簇的，上面有非常多的小花，摘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摘就可以了。摘接骨木的花需要找一个晴天的上午，这样花粉香气比较浓。摘完后也要尽快处理。接骨木的花可以生吃，果实必须煮熟，可以做果酱或者是果汁，叶子则有毒性。摘花也别太狠了，记得留一点结果。我就摘了这么一小半盆吧，这个接骨木花回去先试一下，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做。摘下来的花要放置一段时间，给小虫子一点时间跑路。像我这样把花留在盆里是不对的，后来洗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小虫子，虽然无害，但看着有点不舒服。我想如果直接把花放在纸巾上，相互不重叠，效果会比较好。有说法呢是不用洗，直接加水煮沸，因为一洗那带香气的花粉就掉了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用水涮了涮，接着加水煮沸，水刚没过花就可以。因为后续加糖是根据水的重量来的，所以这一步里水能少就少点吧。煮的时候呢，来处理一个柠檬，皮擦成末，再切片。我放了一整个柠檬，最后成品是比较酸的，如果不喜欢那么酸，柠檬可以适量减半。加入柠檬，然后煮沸那么3-5分钟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屋里全是接骨木花的香味了。接着静置，如果天气比较热，那就放1夜。这几天英国很凉快，只有20度上下，我就多放了1天。48小时后用滤网把渣子过滤掉，多过滤几次。最后一次过滤前先量好容器的重量，倒入后算出水的重量，接着加同等重量的白砂糖。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多，但最后并不是直接喝糖浆，是要加水的。如果这类糖放少了，最后糖浆会太稀。我的蒲公英糖浆就是这么失败的。加糖后呢，再次煮沸，途中加几勺柠檬酸，一方面增加酸味，另一方面有防腐的作用，用量就适量吧。我看到有食谱说是5斤糖配85克的柠檬酸，反正我是加了4小匙。煮沸的时候另外用一个锅消毒容器，之前存的瓶瓶罐罐都能派上用场来。接着就是熬糖浆，我总共熬了半个小时，成品的粘稠度大概是这样的。后来冷却下来，形态也差不多。趁热装罐，我没有合适的漏斗，所以是盛进宽口瓶，再倒入小瓶子。这一大锅盛了半天。冷却后呢，瓶子上的凸起会凹进去，这样室温保存也没什么问题。开罐后就需要冷藏了，趁热泡一杯。第一次喝可以一点点加水，寻找自己喜欢的甜度。我的话，这么个底儿加1杯水，味道真合适，酸酸甜甜，有独特的接骨木花香味儿，好喜欢呀！据说呢是有消炎的作用，还可以缓解感冒症状呢。还可以加一个接骨木碎花冰块，更有感觉。